先打胡宗南。彭总命令，开始。南有秦岭可退，北有二马呼应，这就是为什么老蒋要求胡宗南同二马联手夺回西安时，胡宗南消极待战的原因。他宁愿把西安拱手让给我军，也不愿夺回西安，成为巩固西北的第一道防线。但二马进攻咸阳失败后，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就如马步芳所说：“我们的家，我们的根在西北，我们不能撤，我们有实力打，只有打才能保住西北，保住我们的家。”但在夺取咸阳这一战吃了败仗后，让二马的精神高度紧张。马继元将主力分别撤到了长武、彬县和泾河以西地区，兵力相对分散。我军如果想乘胜追击，一举歼灭二马还是比较困难的。而胡宗南则不同，他把18兵团的5个军集结在扶风宝鸡一带，兵力相较集中。在咸阳保卫战中，也让彭老总知道，胡宗南与青宁二马名义上是联合反攻，声势很大，但实际上是貌合神离。所以这双方哪一方受损，对方都不会真心实意来救援。因此，下个战役彭老总便盯上了胡宗南这块肥肉。他不会想到我们敢一口吃掉他5个军，他会认为我们没那么大的胃口。此时彭总的决策已经不仅仅是军事上的算计，更有着对人性的洞察。他看到的不是一张胡马联盟的兵力部署图，而是一张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他利用了胡宗南的自保心理和二马不愿离开西北的地域情节，找到了这个联盟中最脆弱的一环。与此同时，胡宗南集团也在召开军事会议。他对于自己在渭河两岸放置5个军，与二马互为犄角的部署非常满意。可第7兵团的司令官裴昌会却看出了这个部署的不妥之处。不妥？有什么不妥？我5个军加渭河两岸集团配置，南有秦岭可退，北有二马呼应。共军如进攻二马，我可全力击其侧背；共军如向我进攻，二马可快速驰援。即便华北共军开来，至少也要整训1个月才能投入作战。这是起码的军事常识。从这也能看出胡宗南的盲目自信以及傲慢，他所有的判断都基于理想化的军事理论，过于依赖过去的经验，完全忽略了人才是决定战争转变的关键因素。他迷信所谓的军事常识，却不了解对手是一支从不按常理出牌、拥有钢铁意志的军队。他从来没有想过，我军能在短短3年时间解放大半个中国，就不是常理能解释得清楚的。很快，他就要为自己的自大付出代价。他还不知道，他与二马的防线早已露出了破绽。他把5个军集中在一起，使得中间产生真空地带，让我军有了分割穿插的机会，而彭总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于1949年7月10日，当我军的18兵团主力到达西北后，便立马按照彭总的指示，与第1、第2兵团快速隐蔽地向胡宗南的5个军进行迂回包抄。1. 要隐蔽前进；2. 要迅速占领罗集镇和梅县火车站。只要把这道闸门卡死了，胡宗南的5个军就变成了一潭死水，不怕他不抽。虽然我军按照彭总的指示，利用夜间隐蔽前进，但如此大规模的行军运动是不可能没有一点动静的。胡宗南的38军和119军的侦察兵都相继发现了我军的行踪。见行军队伍这么长，侦察兵断定这不是什么土共游击队，而是解放军的主力，便立马报告给了各自的军部。但此时的国民党军已经彻底烂到根里了，不是在喝酒就是在打牌，全然不当回事。高层的麻木敷衍，导致这个致命的消息就这样被搁浅了。殊不知，策划这场行动的彭德怀在指挥部都提心吊胆，而国民党军在2军对垒面前却贪图享乐，可见他们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第2天拂晓，第4军经过1夜的行军后，终于成功完成了穿插到敌后的任务，其余各军也到达了指定位置。为了以防万一，彭总还命令19兵团前往二马驰援之路进行阻击。这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1949年7月12日，随着指挥部的一声令下，扶梅战役正式打响。彭总命令，开始。在敌军还不知情的情况下，万炮齐发的攻势瞬间打了胡宗南一个措手不及。等反应过来后，他的36军、38军、65军、119军已经是损失惨重，只能一面仓促抵抗，一面发电给胡宗南请求撤退。哪有不战自退的道理？共军投入了几个军呢？现在还不清楚，夜间发现种种迹象，但各军相互推诿，均认为是共击小股部队。我们几个军你总该清楚吧？5个军。告诉李振，他手里是5个军，7万人马，就是一个个摞起来，共军几天几夜也休想跨过去。
可参谋长罗烈却觉得现在已经陷入被动局面，而且还摸不清对方有多少人马，应该撤退为好。可胡宗南这次却硬气起来了，坚决要死守。所以说老蒋骂胡宗南志大才疏，还真没骂错。这个人志大才疏啊！这家伙打仗就没靠谱过，该打的时候不打，该撤的时候反而进攻，就连排兵布阵也有问题。我们都知道，行军打仗以河流山川作为防线是最基础的军事常识，而胡宗南却将兵力布置在河流的两岸，那河流这道天然的防线就丧失了作用。裴昌会就曾提醒过他部署有问题，他却刚愎自用，认为这是下属在挑战他的威严，不加以采纳。很快他就会在这一仗彻底丢掉西北王的称号。因为胡宗南部署的阵型，如今反而成了我军分割包围的绝佳场所，河流成了阻碍他们互相支援的天然屏障。眼看即将被逐个击破，遭受到重大打击的李振兵团已经顾不得胡宗南就地坚守的命令，全都一股脑的往西逃窜。但在罗局镇这道闸门面前，却遇到了我军的疯狂阻击。见久攻不下，第18兵团司令官李振为了逃命，不得不亲自来到前线督战。组织现有的4个团，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突破罗局镇和梅县火车站，打开通向宝鸡的共军防线。无论是38军还是65军的，凡是退缩不前者，一律就地枪毙。是。然而彭总好不容易咬住的肥肉，怎么可能让他轻易逃脱呢？7月13日拂晓，我军主力从东西南3面同时发起总攻，各路援军从山上一大片黑压压的俯冲而下。敌军看到这样的阵势，再也没有了突围的信心，只能拼命四散而逃。就连38军军长李振西都只能吓得躲在卡车底下，期望能逃过一劫。很快，解放军的几路大军就汇合在一起，包围了这些溃散的国民党残部。战斗战至7月14日，除少数残部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胡宗南也在此役之后彻底丢掉了西北王的称号。扶梅战役，我军以极小的代价，不仅歼灭敌军44000余人，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这场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依靠胡马联盟在西北负隅顽抗的计划，从根本上扭转了西北战场敌强我弱的被动局面。